你好，这是静姐说话。今天我们来说说被我放在外面放养的卡特兰。这是一大早，刚下过雨，又有开着花的卡特兰了。卡特兰的花期怎么说呢？一年四季都有可以开花的品种。有些品种的花期相对固定在每年的春夏秋冬的某个时节开。有一些呢，花期不固定，想开的时候它就开。所以我养在外面的这些卡特兰，三不五时就有开花的。但关于卡特兰的视频，我做的是越来越少。没有拍那些花，倒不是因为那些花不够漂亮，而是因为它们养得太简单了，又没太觉得要说什么。但因为它的花实在是太漂亮了，还有香味儿，那我们就来说说简单的养它吧。卡特兰的品种很多，既有原生种，也有杂交种。杂交种里头还有属间杂交，就是跟不是卡特兰的品种杂交。即便是原生种，也不是都产在同一块区域，它也是有一定的分布。所以按道理说，养卡特兰不应该一刀切，不可能只是一个方法，一定有一些不同。但是在实际养护当中，我发现它们其实差的不多，用大致差不多的方式养，它们基本上能接受。我是把它们四季都放在户外，只有在开花的时候才会搬到室内欣赏一段时间，花后又放到户外。户外的位置呢，上方我是加了50%的日光网，但四周还有高的树啊、建筑啊等等，所以光不算太强。不过有个好消息，隔壁邻居家刚砍了一棵巨大的树，接下来的光亮度好很多。放在户外的卡特兰，有些是挂着养，有些是摆放着养。我感觉挂着养的效果更好，尤其是挂着养的根儿特别漂亮。给它们浇水呢，一是靠下雨，不下雨的时候我就直接用水管子的花洒去浇。冬季没有做遮雨，之前养的比较少的时候，每到冬天我会把卡特兰搬到室内，之后多到放不下，只能留在户外。起初的时候我还会给它们搭个遮雨棚，这当然说的是冬季，其他3个季节随便下雨都没问题。再后来遮雨棚不搭了，它们的表现还可以。施肥呢，施的不多，主要依靠放在盆里的缓释肥。说到这儿，养护这些卡特兰，感觉大致这跟放养也差不多。我所做的主要就是一，把它安置到一个差不多合适的位置；二，在不下雨的时候浇水；三，盆里放一点缓释肥，仅此而已。浇水只在春夏秋浇水，冬季几乎不给水。缓释肥只在每年的春季放了1次。有些盆里有香蕉皮，但好像有一些忘记放了。换盆的话，通常是长得太大了，长到盆外了，那就换个盆，顺便再封个株。所以也没有太经常换盆。卡特兰有休眠期，之前我们通常都是这么讲的，但后来发现有些品种没有休眠期，花后马上它就开始生长。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各种杂交造成的。当卡特兰处在休眠期的时候，按道理说应该控水。我的实际养护是这样的，冬季我肯定不浇水，算是一种控水吧。卡特兰会因为环境温度过于低而放缓生长或者停止生长，也就是处于休眠期。这个休眠期比较好掌控，温度低嘛，统一温度都低了，统一都控水。而那些花后休眠的卡特兰，花谢之后如果正好不在冬季，就有点麻烦。我尝试了一下，开过花之后的卡特兰，我基本上就放回原处了，就是外面我养卡特兰的那个位置。不论是摆着放还是挂着放，考虑到盆下面都很透水，所以浇水的时候
也就没有区分这棵是不是刚开过花，正在休眠，全都一起浇了。这么做对我自己来说当然是最省事儿的。唯一的担心是处在休眠期的卡特兰的根会不会因为水多而烂掉。从实际情况看还好，我分析一方面是盆底下透水比较好，另外一方面因为在户外比较通风，干的会比较快，所以浇水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。这大致就是我对卡特兰的非常非常省心的养护。虽然是最省心的，但不见得是最好的。而我之所以尝试着这么做，是因为花多嘛。当养的花比较多，省心自然是一大优点。手里的花不太多的时候，当然可以采取更精细一点的养法，比如可以经常擦擦叶子，让植株看起来更干净；经常查查虫，别让花苞被虫咬了。像我这样比较省心、不太精细的养护方式，花苞被虫咬了时有发生。虽然我也会时常过去喷点杀虫药，但还是有防不住的时候。所以能顺利开花的都是幸运儿。这盆大的有2只，一个花开了，一个是花苞着。我发现类似这种茎细细长长的，株型比较好，那些假鳞茎比较紧凑，而且方向基本上都往上。这棵我没有鸣签儿，而有一些茎胖嘟嘟的，容易躺着长。这棵紫色的天使之吻有鸣签儿，是22年在展会上买的，是园艺杂交种，1992年注册的，有香味儿，挺好闻的。它可以1年多次开花，所以是属于花期不固定的那一类，个儿不大，是小型的。另外那棵红色的小型的卡特兰也有鸣签儿。这棵红天使呢是2004年注册的，没有标注什么时间在哪里买的，那我也就不记得了。闻到有香味儿，但没查到1年开几次花。不过这棵看起来除了正开着的那一只，后面还有一只要开。这棵比较大的卡特兰的花的花柄上挂着一些水珠，这是蜜露，甜的。如果招虫，可以把它们擦掉，否则也可以不管。除了卡特兰爱长蜜露以外，其他的兰花也有可能长蜜露。关于卡特兰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